奥运冠军被喝倒彩，赢得金牌却也迎来了网络的围攻。同样的为国争光，饭圈中的国人为何不肯买账？冠军之战到底有没有让球安排？陈梦是不是那个没有出走的小山智利？请看本期 M2 档案：金牌折射荒诞之光。2024年夏天的巴黎奥运会从开幕式到比赛，可以说有创新，也有腐朽，有惊喜呢，也有失望，有感动，也有荒诞。今儿咱们来聊一个让人百感交集的瞬间，那就是陈梦的夺冠风波。尽管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的概况但是为了节目的完整性，咱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2024年8月3日晚，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上，30岁的老将陈梦4-2战胜了如日中天的孙颖莎。这样一来陈梦就成了继邓亚萍和张怡宁之后的第3位成功蝉联奥运会女单金牌的乒乓球运动员。这无疑是个值得庆祝的成就和荣誉当然了，孙颖莎的亚军也很了不起，她完全具有冠军的水准，高手过招嘛，毫厘之间的事儿。从结果来看呢，金牌和银牌都归中国，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局面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现场的中国观众只有稀稀拉拉的掌声，更多人在喝倒彩。镜头一转教练们的表情也显得非常严肃沉重，丝毫不见喜悦，似乎这是史上最让人不高兴的一枚金牌。不明就里的观众就忍不住要问了，这到底是啥情况呢？从交手的精彩程度上，这绝对是一场超高水平的对决世界排名前2的选手在奥运这个最大的舞台上杀得天昏地暗。孙颖莎以快速多变的打法著称，她的球风凶悍，进攻性强，常常能够在比赛中打出精彩的进攻得分，也因此吸引了众多球迷的喜爱。而陈梦呢，则以全面稳定的打法为主，她的技术更加扎实，防守能力也较为出色。一上来孙颖莎就先声夺人，以11-4轻松拿下第一回合。现场看台上有大量的中国粉丝，但绝大多数都是奔着孙颖莎去的。他们举着横幅和道具疯狂应援，在孙颖莎得分时，全场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歇斯底里的尖叫。而相比之下呢，陈梦好像只有在失分的时候才能听到掌声和叫好。这样的场面真是无比诡异，就好像陈梦不是中国选手似的。央视的导播本来还想端端水，结果在观众席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梦的牌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支持陈梦的粉丝，结果呢还是个外国大叔。比赛场上陈梦似乎没有受到观众的影响，凭借着丰富的比赛经验和出色的心理素质，迅速稳住了阵脚，以11-7和11-4连扳2局。尽管孙颖莎在第4局中顽强反击，以11-9扳回一城，将总比分改写为2-2平，但是在关键的最后2局，陈梦咬紧牙关，以11-9和11-6锁定胜局，最终获得了金牌。赛后陈梦显得比较平静，没有激动的庆祝，只是以微笑迎接了胜利。此时镜头又给到了现场的观众和教练组。这个呢是体育赛事转播的常规操作了。通常来说，他们会比运动员更加兴奋，而这样的镜头往往能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感同身受到现场热烈的气氛。但是令人尴尬的一幕出现了，现场的大多数中国球迷呢，不仅没有为陈梦祝贺叫好，反而发出了嘘声，有一些甚至破口大骂。一位女士还被拍到比起了中指。再看看教练组场边的刘国梁和马琳也显得异常沉默，面无表情，而且呢也没有给掌声。此情此景甭管是懂乒乓球的，不懂乒乓球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观众，都给整不会了。而这一幕在赛后就引发了网友们长达数天的激烈讨论。有一些人还在不停地抨击陈梦，另一部分呢则搞不懂，这陈梦她赢了到底是搅了谁的好梦呢？孙颖莎在赛后和陈梦第一时间拥抱陈梦在她耳边耳语了几句，那姐俩都笑了。赛后孙颖莎说道，我们都发挥得不错，但梦姐比我想象中更坚定，她一直没有动摇。似乎2个人并没有因此产生什么嫌隙，毕竟是在一起训练的队友嘛，情如姐妹。孙颖莎的粉丝们似乎更加难接受这个事实，他们迫切地希望莎莎能赢得这次奥运会的女单金牌，这样呢，她就能打破张继科的记录，成为世界乒乓球界最快获得大满贯的人。那本该是偶像一战成神的比赛，结果出现了陈梦这个绊脚石，
而且在奥运会前的系列比赛中，孙颖莎对陈梦一直是赢多输少啊，获得女单的金牌应该是手到擒来啊。除了这个原因啊，还有部分粉丝认为，国乒的领导一定会安排陈梦让球，让孙颖莎顺利的拿下女单金牌，因为孙颖莎值得被嘉奖。因为为了让团队取得最好的成绩啊，孙颖莎还同时进行着单打、双打和男女混双等多项任务。那这种安排给她在训练的精力分配上肯定造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人家已经为了团队牺牲了个人时间，并最终与搭档王楚钦一起拿下了混双的金牌。于情于理，国乒都应该让孙颖莎获得这枚女单的金牌作为补偿吧。但是呢，谁料到这比赛爆冷了啊！陈梦赢了孙颖莎，那粉丝们瞬间炸了呀，在赛场上和互联网上对陈梦进行疯狂的辱骂和抨击，说陈梦啊是趁着孙颖莎三线作战精疲力竭的时候，夺走了她取得最高成就的机会，实在是太不懂事，太不上道，太没大局观了。有网友啊，甚至在微博上武问陈梦，这一连武问，给陈梦判了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欺师灭祖、叛国叛民的大罪。不知道的呀，还以为他犯了哪门子天条呢。陈梦不是中国人吗？难道他不是努力了4年吗？难道他付出的汗水和努力就一定比孙颖莎少吗？就在这场比赛引发网络愤怒的批评和热议之际啊，官媒澎湃新闻发表了评论，给这件事定义了：别让饭圈习气侵蚀中国体育。文章称啊，同样是中国选手，为什么厚此薄彼到这个程度呢？答案就是一种极端的饭圈表现，称粉丝过于沉迷于对偶像的盲目崇拜，把自己的情感就投射到了偶像身上，把体育赛事变成了一场情感的宣泄和争斗。那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是闻风而动啊，迅速以煽动冲突为由封禁了300多个账号，并称已经处理了12000多条违法内容，包括挑衅和恶意攻击。最后啊，就连警方都出动了，在8月6日刑拘了一名29岁的女性嫌疑人。她对自己在网上发泄情绪、诋毁相关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言论供认不讳。那孙颖莎呀，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粉丝的关注，除了人家球技过硬之外啊，个人形象也很讨喜。00后，长相清爽可爱，不少粉丝看着她成长起来，从16岁起一路夺得女单、女双冠军，到打败世界冠军丁宁，拿下了小魔王的美名，逐渐得到了一种养成系的快感。但是仅仅因为所谓的为偶像感到遗憾、言辞过激，就能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吗？要知道，除了粉丝啊，没料到陈梦会夺冠的还有广告的赞助商伊利集团。伊利啊，不仅是这次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乳制品的合作伙伴，还提前签约了包括孙颖莎、苏炳添、全红婵等20多位知名运动员作为形象大使。离谱的是，8月3号下午，女单决赛还没开始呢，这北京三里屯的一个广告大屏上，突然出现了伊利集团祝贺孙颖莎夺得巴黎奥运会女单金牌和全满贯的庆贺广告。结果啊，在陈梦夺冠后的第2天，伊利紧急发帖致歉，表示这就是在进行户外广告测试，完全是一次乌龙啊，引发了广大网友的误解，大家别多想。那这波解释啊，可以说是毫无说服力啊，有点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这比赛还没开始呢，孙颖莎夺冠的广告物料就已经做好了，并且投放测试。是半场开香槟庆祝早了呢，还是提前就得知了某种内部消息？那如果是后者，可想而知，陈梦的意外夺冠打乱了金主的市场规划和奥运的推广计划，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将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这也许啊，就是教练和领导们在陈梦夺冠后集体黑脸的原因吧。那这次中国乒乓球队到底有没有让陈梦让球呢？陈梦是不是反抗了组织，夺下了金牌呢？真相啊，也许要到很多年后才能水落石出了。就像上个世纪80、90年代引发体育界地震的小山智利事件，因为运动员旗帜鲜明的公开反抗让球，不仅从国家队出走，加入了日本队，还在国际比赛中高调复仇，给中国体育刻上了一记丑陋的伤疤和耻辱的印记。今年的陈梦也让很多人想到了当年的小山智利。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小山智丽原名是何智丽，1964年出生于上海。小学的时候呢，就表现出过人的乒乓球天赋。他擅长右手横握的弧圈球打法，风格偏向欧洲运动员。年仅16岁就成为上海队的绝对主力，17岁入选了国家队。乒乓球是中国毫无疑问的国球了，能进入国家队却是一个运动员的幸运，也是不幸。为什么这么说呢？幸运是因为身边都是顶尖的选手嘛，你想大把切磋提高自己的机会。而不幸的是，很可能还没拼到决赛呢，就被队友给卷下来了，可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而中国乒乓球呢，为了在国际比赛中保持这个垄断的优势，经常采取排兵布阵的方式狙击他国选手。为了所谓的大局意识和国家荣誉，更是不惜采取让球和假球的方式。这种明显和体育精神不符的做法，就渐渐成了家常便饭。运动员呢，也心照不宣，习以为常。然而这种黑箱操作你搞多了，难免有分配不公、阳奉阴违的情况。这种事儿一旦翻车，也就必然引发轩然大波。1987年第39届世乒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马上要开始的是2场女单半决赛，分别是何智丽对阵队友管建华，以及戴丽丽对阵韩国选手梁英子。也就是说这4强里头只剩一个外人了。谁知此时何智丽又接到了指示，教练张谢林要求他输给管建华，因为管建华的球风打那个韩国选手更稳妥，万一那边输了还能有个双重保险嘛。为什么要说又呢？就是因为在这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已经让过一次了，他和搭档已经把这个混双的金牌让给队友了，现在又让他让出女单的夺冠机会，那他说什么也不干。何智丽从小就练乒乓球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获得世锦赛女单冠军。1985年的瑞典世乒赛他输了，刻苦训练整整2年，就是奔着这一届的金牌去的。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他让球，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于是呢，就把心一横，先是3-0战胜了队友管建华，然后又3-0横扫了梁英子，一举获得了女单金牌，成为了中国乒乓球历史上反让球的第1人。回国后他果然受到了队友和领导的批评。队友们生他的气，是因为他既然决定了不让球，却没给队友打招呼。教练在赛前跟管建华那边说何智丽会让球的，所以呢，管建华就没认真打。结果那边觉得自己尽力表演呢，怎么你何智丽来真的呀？性格泼辣的戴丽丽甚至直呼何智丽 baby。 你说说，这人类的价值观可以大相径庭到什么地步在有些人眼中呢，这造假者高尚，反抗者是卑鄙的。开会的时候呢，何智丽遭到了队友和领导的多方打击，但他愣是在大会上一言不发，拒不道歉。内心深处他觉得事实胜于雄辩，自己赢了梁英子，为啥非要让球给队友呢？执拗的何智丽彻底惹怒了教练和领导，而他们又不能马上把这个世界冠军给开除了嘛，于是就只好暂时压住心中的怒火。1年后，也就是1988年，乒乓球首次成为了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处于运动生涯顶峰期的何智丽却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了中国队的名单之外，这个是他拒绝服从安排而付出的沉重代价。1989年，心灰意冷的何智丽对外公开宣布退役，同年就嫁给了日本乒协理事小山英之，婚后定居于日本，随夫改名为小山智丽。那个时代也没有网络，何智丽退役后的4年时间里，无论是国内的观众还是教练队友都没有再听过她的消息，只知道她嫁去了日本。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何智丽已经加入了日本池田泉州银行队，积极准备着自己的复出。1993年5月，小山智丽现身瑞典，还是一样干练的短发，只不过身穿的队服从中国变成了日本。他代表日本队参加第42届世锦赛，结果呢，在1/8决赛中输给了中国队的怪球手陈子禾。因为陈子禾主攻的是女子双打，在单打中排名也不算很靠前。本来国乒的教练还有点忌惮小山智丽这类从国家队出走海外的自己人，但一看他连陈子禾都没打过，就觉得不足为惧。而让中国人深深记住小山智丽这个名字的，是第11届日本广岛的亚运会。1994年10月13日晚上，
日本队的小山智丽与中国女单的王牌邓亚萍进行决赛。当时的情况用著名的体育评论员杨毅老师的话来说呢，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场发生在广岛的比赛，其影响不亚于又拽了一颗原子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这场比赛虽然只是亚运会的女单决赛，但却备受中国观众的关注，大家都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呢。主要原因就是小山智丽在和邓亚萍进行决赛的那天呢，已经连胜了2场比赛了。上午先是3-1击败了台北队的陈静，挺进半决赛，下午又以3-1力克国手乔红，气势如虹，一路杀进决赛。要知道，陈静和乔红可不是什么软柿子，一个是奥运会冠军，一个是第40届世乒赛的女单冠军，都比小山智丽年轻，而且各有各的绝活。其中呢，乔红世界排名第2，除了打不过邓亚萍，还没遇到过敌手。小山智丽能够连赢这2位进入决赛，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这儿需要提一下，咱们前文提到过，1988年的奥运会，何智丽不是被排除在国家队的名单之外了吗？当时顶替他的就是陈静。但是在取得了奥运会女单金牌仅2年后，陈静就宣布退役了。据他透露退役的原因呢，也是频繁的让球命令使他感到心灰意冷。退役后本来他也想去日本的，但当时的教练组担心他加入日本会对国乒在整体项目上的地位构成威胁，于是就加以阻挠。陈静最终只好选择了相对较弱的台北队。而除了陈静之外，与何智丽同一批的国乒运动员中，焦志敏嫁去了韩国，耿丽娟远走了加拿大。言归正传即使小山智丽一天之内连胜2个打法不同的世界冠军，绝大多数人还是没把他当回事儿，认为他再超常发挥都赢不过邓亚萍邓亚萍是谁不光比小山智丽小9岁，从精力和体力上来说占绝对优势，她还是世界女子乒乓球排名第1的选手攻击变化多端，凶狠且灵活，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正处于谁来都是白送人头的巅峰状态。而小山智丽呢，赛前曾对日本媒体放出狠话，一定会打败中国选手夺得金牌。所以中国观众都迫切的想看邓亚萍怎么狠狠的打他的脸，教他做人。其实刚开始就连邓亚萍自己都没把小山智丽当回事儿。他1988年刚进国家队的时候，何智丽连奥运会名单都没进去邓亚萍备战的时候呢，假想敌最多就是队友乔红再最多考虑一下怎么虐虐陈静。结果这比赛刚开始没多久邓亚萍就觉得不对小山智丽是有备而来，他着重控制自己的反手，把所有的球都压制在台内，绝对不给他长球的机会，使得邓亚萍有劲儿也使不出来。另外小山智丽身高1.68米，邓亚萍1.5米，在台内比拼的话，小山智丽比邓亚萍更占优势。邓亚萍呢，相当吃力的以22-20拿下了第1局。第2局，小山智丽沉着应对，21-19赢回1局。第3局乘胜追击，再下1局。在关键的第4局更是杀红了眼，以21-16的优势胜出，大比分3-1战胜了邓亚萍，获得了冠军。电视机前的中国观众咬牙切齿地看着日本国旗升起，听着日本国歌奏响。这场比赛后小山智丽和邓亚萍都哭了。多年后，即使退役了，邓亚萍也不愿意过多回忆当时的场景。这次对局让小山智丽名声大振，但也陷入了争议的漩涡。他为日本队夺得金牌，日本举国欢腾，但同时遭到了中国球迷的唾骂。最令中国观众气愤的是，从第3局比赛开始，他每胜一个球都要喊一声“よし”。小沙司令呢，现在就再靠胡网，再打一板。这一声声象征着胜利的“よし”，就深深刺激了目睹邓亚萍节节败退的中国观众。毕竟这个词儿对于看着抗日影视作品长大的中国人来说，很容易联想到日军侵华期间的种种罪行，无异于是在祖国人民心中的伤口撒盐，雷区蹦迪小山智丽，一个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这词儿的意义，却非要在赛場上握紧拳头，慷慨激昂的高声呐喊，还带动着全场的日本观众热血沸腾，山呼海啸。秀幸さんとの2人の夢が広島で実現しました。一时间，
国人是群情激昂，大骂小山智利是汉奸叛国贼。之前说过，从中国队退役后又到海外打球的选手呢也不少，但只有小山智利被中国球迷称为叛国贼。这一声声的要挟勾起了中国人心中的血海深仇啊，也惹怒了世界各地的华人。当时生活在纽约的一位老人写信给上海的副市长，称自己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兵。这一声声呐喊勾起了他灭国亡族之恨，请副市长转告小山智利及其在上海的家人，如果他未来继续高喊要挟，我们就出钱把他干掉。只是那个时候无论是华人还是国人都不清楚小山智利为什么会叛国加入日本队，并且在面对中国球员时显得那么兴奋。直到多年后，著名作家叶永烈刊登了对小山智利的采访，大家才知道了他出走并转投日本队的原委，才理解了他一次次被迫让球的无奈和因为拒绝让球而在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遭到封杀的悲惨境遇。杨毅老师在他的节目里头说当年小山智利赢得了广岛亚运会后，没有向观众席致谢，而是转身离去。小山智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应该不完全是为日本而战，也不是为了干掉中国队，这更像是一场站在世界舞台上的个人情感宣泄，对那个使用国家名义编排他命运的体制，对那个忽略了人性和个人价值的系统，对那些无视他有限的运动青春的傲慢的领导，不惜众口铄金背负骂名做出的个人的呐喊和复仇。这场战斗是用国家荣誉和民族大义不能完全解释的。如果拍成电影，接下来的镜头应该是小山智利蜷缩在更衣室失声痛哭的场景。不过小山智利自己也表示，他喊要挟并非出于什么复仇心理，无意触痛国人的神经。他说多年在日本训练，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表达，自己不光是在跟邓亚萍决赛的时候这么喊，在参加日本国内比赛时，面对日本选手也这么喊。来到日本呢，也已经有6年了，但是呢，拿这块金牌呢，确实相当的不容易。88年呢，很遗憾没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我自己认为呢，还是相当有能力的，在亚洲、在世界上立足最好的成绩。不管怎么说吧，这场比赛也是小山智利的巅峰一战。此后他也再没能打出这样的水平。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小山智利0比3被乔红横扫出8强赛。97年，她发现丈夫外遇，两人在2000年离婚。之后小山智利没有改名字，在日本大阪池田银行球队从事乒乓球教练的工作，偶尔会回上海探亲，过着和普通人无异的平静生活。现在她也到了花甲之年，人们已经听不到任何她的个人动态了，但每次出现这个让球的传闻，她还是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那个最激烈的反抗者，重新回到话题的中心。看了陈梦和小山智利的故事可能有朋友要问了，这个极具争议性的让球制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能在体育场上堂而皇之的被长期运用，而有些人又乐此不疲呢？根据叶永烈先生的报道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上，进入男子单打的前4名全部都是中国选手，分别是庄则栋、李富荣、张谢林和徐寅生。那按道理这前4名都是自己人，谁得冠军不一样吗？反正奖牌都是中国的呀。但对于当时处于计划经济的中国来说，谁得冠军就得按照计划来。这第26届世乒赛男子冠军在比赛前一晚就给计划出来了。半决赛前的晚上呢，北京华侨饭店里头举行了一个重要会议。作为会议主持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问了一个改变很多人命运的问题：这一次的男单谁来当冠军啊？按照贺老总的意思冠军得在这个会议上产生。于是呢，与会者就开始就这个谁当冠军展开商议。最后贺龙一锤定音，决定让庄则栋当冠军。原因呢有2，第一是庄则栋在团体比赛中立了功，应该嘉奖他；第二，只有庄则栋是来自北京的，那理所当然要让代表首都的选手获胜了。在那个集体荣誉高于个人荣誉的年代，每位运动员在听到让球决定的时候，心里都不太舒服，但都表示愿意服从。为什么这么说呢？半决赛中庄则栋顺利战胜了徐寅生，就决赛需要对阵李富荣。
可没想到啊，李富荣率先拿下了第1局。当时的比赛是3局2胜。休息的时候啊，总教练就赶紧提醒李富荣，别忘了你还有任务呢。李富荣生气地说，我计划就是1比2输给他，这有什么不可以？比赛再开始，庄则栋果然连赢2局，反败为胜，成为了世界冠军。可是没想到啊，这次让球只是一个开始。后来在1963、1965连续2届的世乒赛上，进入男子单打决赛的都是庄则栋和李富荣。李富荣呢，也连续被要求让球给庄则栋，因为当时领导的计划是让中国出一个3连冠。这么一来，中国选手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会更高。最终啊，庄则栋成为了中国第1个在世锦赛上蝉联冠军的人。打这以后啊，让球才是正常的，不让球那就是何志立的结局了。这种不正之风啊，后来也渗透到了羽毛球队和排球队等多种运动中。关于让球这个事儿啊，庄则栋只知道后面2次。面对这样的胜利，他也不开心啊。庄则栋认为，即使是李富荣他不让球，我也未必会输啊。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知情与否，愿意与否，他都是让球的既得利益者。3连冠的美名让他成为中美乒乓外交的中方代表，退役后顺利进入政坛，33岁就成为了国家体委主任。后来由于在4人帮期间呢，站队了江青，犯下了不少错误。文革结束后，庄则栋就被隔离审查了4年。归来后到北京青少年宫当了一名体育老师。2013年因病在北京逝世。风水轮流转，李富荣退役后呢，留队任教，一路做到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后来又升任了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亚洲乒联主席。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啊，有些人会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而有些人呢，则忍不住将自己经历过的不公如数奉还给后来者。很不幸，李富荣属于后者，但您说这事儿能完全怪他吗？从贺龙计划冠军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让球就成了国乒的常规操作，甚至成了密不外宣的铁纪律。一定程度上吧，也的确是为了狙击外国选手锁定奖牌。很长一段时间，外国选手都是哑巴吃黄连啊，发现自己越不愿意撞见哪个克星，就越会碰见，这就是国乒排兵布阵的结果。但是时代的尘埃落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一座大山啊。何志立22岁生日那天，这座大山第一次压在了他的身上。当时他正在韩国首尔参加第10届亚运会，为了庆祝生日，他专门在亚运村的理发店理了发，结果刚出门就遇到了领导李富荣。李富荣通知他，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今天啊要让给焦志敏，这意味着何志立将无缘冠军。他无法理解啊，进入决赛的明明都是中国选手啊，为什么非要让他让球呢？他找到了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徐寅生，徐寅生安慰他说，不要紧，你还年轻，下回让给你。在劝说下呢，最终何志立服从了这个决定，这是他第1次让球。不久后啊，第8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深圳拉开帷幕。巧合的是呢，进入决赛的又是何志立和焦志敏。这次李富荣又找到何志立，让他再让一次。那不是说好的下一次让回来吗？怎么这次又让他让呢？何志立急忙找到了自己的恩师孙梅英。何志立啊是孙梅英的关门弟子，由于他的脾气性格都很像孙梅英年轻的时候，因此很受恩师的赏识。孙梅英当时呢是中国乒协副主席，说话也有分量。他为爱徒据理力争，领导们最终改变了决定，何志立不用让球了。但是啊，这次过后，何志立发现自己被安排让球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他认为啊，徐寅生和李富荣与自己的师傅孙梅英啊站在不同的派系，自己已经成为了中国乒乓球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牺牲品。这也是何志立在第39届世乒赛上拒绝让球的原因之一。1988年，何志立被排除在奥运会的名单之外后呢，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时任国家训练局局长李富荣的谈话。李富荣表示，何志立最近成绩呢是不错的，但因为参加奥运会的名单是由主教练张谢林决定的，他只能表示个人意见，但不否认不让何志立参加奥运会含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原因。孙梅英亲自撰文，在中国体育报头版上刊文，为爱徒据理力争。何志立排名世界第1，在世界大赛里既赢过戴丽丽，也赢过焦志敏。不让业务能力第1的何志立上奥运，不就是搞小团体吗？
眼看这件事的影响是越来越大，国家体委叫来了2位教练问话。总教练许绍发和主教练张谢林强硬地表示，这是从夺金策略的角度出发拟定的名单。首先啊，焦志敏和戴丽丽2个人都是能单打也能双打，何智丽最大的优势是单打。那从单打的角度来说，小将陈静更有优势，因为所有外国队几乎都把目标瞄准了何智丽，而且都熟悉他的打法。人家陈静是新手，而且是左手持拍，人家不熟悉他，所以呢，我们能出其不意，战术上有实力，战略上占上风。体委领导一听，有道理啊，好吧，你可以走了。但是呢，仔细想想，这套所谓的出奇制胜的策略，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要论了解，那么多与何智丽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练球的队友尚且赢不了他，那些与他从未交过手、单靠研究录像的外国选手就能战胜他了吗？最后啊，是为了平息舆论，2位教练就用另一名国手李慧芬代替了戴丽丽，那就是不用何智丽。结果啊，当这一决定告知戴丽丽的时候，轮到戴丽丽不干了，当场就宣布退役。奥运会出征正式名单出来的那天，何智丽也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国家队。如今沧海桑田，时代变迁，计划需要或者夺金策略或许已经不再构成国家乒乓球队安排运动员让球的理由了，但是新的因素，比如粉丝经济和广告收益，却似乎成了让球继续存续的潜在动力。从2012年起啊，中国乒协的前主席蔡振华提出了第3次创业的计划。前2次创业呢，都是以金牌或者冠军为目标，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啊。国乒在国际赛场上形成了强悍的统治地位，但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因为当一项竞技体育逐渐丧失了输赢的悬念，比赛对于观众的吸引力必然会大幅降低。举个例子，2009年的时候，国内乒乓球比赛曾一度落寞到需要主办方管盒饭和赠票才能吸引人来看比赛的程度。2014年，乒超联赛甚至首次出现了没有赞助商和转播商，全程裸奔的局面。正因如此啊，国乒的第3次创业计划要尽可能的吸引更多的普通国民回到观众席，增加赛场购票量和比赛的收视率，给国乒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从各类体育赛事来看，大型商业化赛事的成功运作必然离不开明星球员带动的粉丝效应。为此啊，国乒塑造了不少个人或者组合的明星，比如2016年的马龙、张继科和许昕的国乒3剑客，以及2024年孙颖莎和王楚钦的杀头组合。为了把运动员明星化，国乒借用社交媒体的东风，将运动员的个人魅力无限放大，为国乒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尝到甜头后啊，又积极增加特定运动员的话题度，孙颖莎呢就是其中之一。为了顺应这种趋势，国乒允许媒体将更多的焦点放在孙颖莎的个人成长经历、生活碎片上面，以此增加球员的话题的讨论热度。那这种做法呢，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无论是孙颖莎的赛场表现、赛后感言，还是日常生活的分享啊，都能引发大量的关注，让她的商业价值倍增。明星球员的商业价值变现，那基本是水到渠成了。粉丝会积极的加入观赛大军，线下各类比赛的票价也是水涨船高，甚至是一票难求。例如这次的奥运会女单决赛的官网票价呢是280欧，大约是2000块人民币吧。孙颖莎的粉丝为了到现场去应援，从国内渠道拿票的价格甚至超过了1万人民币。同样获得高收益的还有体育赛事的转播平台。这次奥运会中，从男女单打、团体到混双比赛，5个乒乓球单项比赛的观赛热度都非常高。据央视每日发布的收视率数据显示，8月3日 CCTV5 直播的陈梦对战孙颖莎的女单决赛，成为本届奥运会收视率最高的单期赛事，全网平均收视率高达 4.12%。除了门票的收入和收视率的提升，球员商业价值变现的另一重要渠道就是广告收益。广告金主当然青睐有流量的运动员啊，既符合粉丝期待，又符合金主利益的最优解是什么呢？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陈梦到底有没有被要求让球这个问题啊，我们或许要等到很久后才会有答案，也或许永远不会有答案，除非他成为下一个小山智利。但这个答案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要明白，每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都是有限的，每个运动员的4年都同样珍贵。
国乒的哪位运动员不是从小就在训练和比赛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呢？把自己的青春、身体，甚至是健康都投入到了这份事业中，而任何不公的决定都足以改变他们整个的人生轨迹。让球的理由啊，可能有千万，而不让的理由只需要一个，那就是让竞技体育回归到公平公正的本真。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我们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